OK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赵有成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OK， 哇，干脱口秀确实很多年了，但是还是很难体面的跟老家长辈解释我到底在做什么，就是每天晚上叫这么100-200个人，在一个小黑屋里面，禁止录音录像，今天还没收你们手机，对吧？我在上面讲，你们在底下鼓掌。我爸一听就懂了，哦，传销。因为我爸前几年真被骗进了传销，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点难受。难受不是说他被骗，而是因为他被骗那天我在场，我看着我爸进去的，我不是没劝他，我也劝了，我劝他不要错过这次发财的机会呀。我俩不知道啊，当时的场景是我和我爸一起参加同学聚会，我俩不是同学。是我爸的同学，我叫他李叔，一见面说老赵，带你发财，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，你今天先投6万。我说肯定是骗的呀。李叔说2年到手1040万。我说李叔应该是有说法，应该是啊。具体什么项目呢？李叔原话，带我爸去广西北海，买一条高铁。买高铁？我说纪念品吗？比如说高铁载人那个，现在才明白李叔当时用了一个双关。载人那个没听出来。第2天我爸跟李叔买机票就去了，一到那儿给我们发消息说完了是传销，我们才知道被骗了。我妈赶紧收拾行李说你在家好好待着，我一定给你爸救出来，让咱们一家团聚。我妈一到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快来呀，咱们得一家团聚。这边机会多，我说我在上海挺好的，他说上海再好也就是全国第2。你没听说过那个排名北上广深吗？我一下就懂了，太疯狂了，这一疯狂的骗我。哎呀，我说那你们这违法，就打击你们呢。他说这个叫正面打击，但是侧面扶持，暗中保护，低调宣传。疯狂的骗我，我说不可能对吧？我寻思陷这么深，什么时候能出来呀？没想到我6月初毕业，6月底俩人回来了。真的，我当时研究了传销骗人就2种方法嘛，先是让你进来交钱，然后让你骗朋友也过来交钱。但我爸妈2个特点，一是穷，2是因为穷导致人缘特别差，所以他俩没有骗到任何人，就单纯他俩的积蓄被榨干以后，被传销组织给优化掉了。6月我们一家3口一起毕业了，俩人回来可怜巴巴，分文没有。哎呦，可怜！我当儿子，我得给他们复盘呢，我得给他们算账啊。说俩人2年被骗了12万，我这么一算，合下来一人1个月2500，包吃包住，还是海景房。我说那是得低调宣传啊！你真宣传这些老头老太太，没人去养老院了，是吧？朋友们，能听得出来我在抵制传销吧？因为真得强调一下，每次讲完都有人在底下点头，说其实挺划算，是吧？比上海便宜多了，是吧？别往那儿想，别往那儿想，因为那个窝点肯定已经被捣毁了嘛。包括李叔，现在我们也不叫他李叔了，叫李某。李某，真的，这个伤害必然是持续的。我现在总感觉是不是谁都要骗我，尤其是刚做脱口秀的时候，是一家俱乐部打电话给我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新兴的行业，我具体做啥？就是每天晚上叫几百个人关一个小黑屋里面哈，你随便在上面讲，他们在底下听。我说我不敢去，然后还是我爸支持我说你就去。我说万一骗钱怎么办？他说骗钱，咱家没有钱能被骗了呀。都说有钱不一定带来安全感，哎呦，没钱可以，没钱可以，尤其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还被正面打击了。人心惶惶啊，只有我胸有成竹。我说没事儿，应该是侧面扶持咱们的。
OK， 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是佑成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基友。对，我是一个摇滚乐手啊，但我最近刚剪这个新发型，他们都说我现在是摇滚鲁豫。对，其实我是一名贝斯手，大家都知道，对，乐队中存在感最低的一个人。怎么说呢？我们乐队现在就在演出，没人发现我来了。我身边是有人不知道这个乐器是什么，问我乐队玩什么，我说贝斯，他问我贝斯在哪，我说我贝斯在家，他说在家不叫贝斯，你那个叫 gap。我说 gap 是啥乐器？他说 gap 就是什么都不做。我说那不就是贝斯吗？我告诉朋友，存在感低是因为我们贝斯是一个低声部乐器。对，但它很重要，它是负责兜住整个乐队的。你可以看不到，但不能没有。贝斯是这个乐队的内裤。所以当我朋友说我听不到你贝斯的声音，我说听不到就对了。我说越舒服越高级的内裤越像没穿一样。我说这就是弹贝斯的最高境界，无痕贝斯。他说啊，那你们乐队是不是要每天都换贝斯？其实干摇滚很酷，但学摇滚太不酷了，对吧？我在北京一个音乐学院学音乐，我们学摇滚的竟然有早课，所以我要每天早上8点准时起床学摇滚。当我朋友说你干的什么摇滚，我说全日制摇滚。我就问老师，我说老师为什么我们玩乐队的要早起？我老师说摇滚乐需要愤怒，而早起会有起床气。他说早起是这个世上最摇滚的事情。我以为摇滚是反抗不公，原来是反抗我生物钟。最摇滚的事儿就是我去演摇滚乐演出，我烟熏妆不能是画出来的。你很难想象，以前摇滚精神是燥，现在是早。本来以为毕业了之后可以持证摇滚，但是发现我这个学校太不正规了。我们学校的学历，学信网不认，但是在摇滚圈含金量很高。这句是我老师说的。然后我就猜，我说会不会我们学校在摇滚圈含金量高，就是因为学信网不认呢？你想在外人看，他说哇，你上3年学不要学历，这也太摇滚了。我毕业之后去找乐队，这个主唱很拽，他说想加我们队，你有什么优势？我说哼，我这个学校学信网都不认。主唱惊呆了，说啊，学信网是什么？我说坏了，遇上真摇滚了。我现在有一支在北京的乐队，但我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们这个队不摇滚，因为我的乐队成员们不穷。我们主唱在北京有房。我说有房怎么干摇滚啊？咱们摇滚乐不是要穷吗？啊，摇滚的第一要义就是合租。啊，我合租，我愤怒，我反抗资本家。有房你愤怒啥？房价又跌了。我们主唱特别正能量，他的梦想是用我们乐队的歌曲宣传北京。我说怎么会有人干摇滚的初心是建设我的家乡啊？这个事不是我们该干的吗？这个事不是说唱歌手该干的吗？对吧？你不会见摇滚乐上台，就你不会看到窦唯说哼，北京东城豆子来了。哎呦，我们摇滚乐手根本就不需要宣传家乡，我们只用杀死这个家乡人。就是我的感受就是，我们主唱虽然在干摇滚，但梦想是有编制。你知道，一个每天在 live house 跳水的人，梦想是想上岸。
我觉得他的梦想就是在音乐节发表讲话。咱们摇滚乐不能这么摇，咱们得有组织有纪律。不要忘记，我们乐队的宗旨就是先摇带动后滚。你知道，为了实现我们主唱的梦想，前几天我们队发新歌，我们主唱说，到咱们发新歌的时候艾特一下北京文旅吧。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主动要求被管理的，我说咱们就直接写一首歌，咱们就写一首你要生3胎吗？你看看。就是我现在虽然有了一支我自己的乐队，但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摇滚。我时常在想，我说中国真正的摇滚乐在哪里？有一次我演出结束之后坐地铁回家，猛然间一抬头，我发现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维持一个很摇滚的姿势，大家都在右手握拳，抓紧扶手，随着地铁在左右摇晃。我说这不就是音乐节常用的姿势吗？我当时懂了，原来最摇滚的地方在地铁，最摇滚的事儿是每天早起坐地铁去上班，去反抗生活。当时我就懂了，我说会不会音乐节其实只是一辆轰鸣而过的地铁，地铁才是日复一日的音乐节。就我们仔细想，在地铁里，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喊出那句最勇敢、最愤怒的话，就是你能不能别踩我脚了？嗨，朋友们，我叫于博，很开心又回来了。我去年也来过这个节目，但是巡演到现在1年，我了解我现在的知名度就是没怎么上来，但我消费已经上来了。哎呦妈！我上个月在成都花了300块钱剪了一个头，太激进了，300块钱我没剪过，我只剪过50块钱的头。我说300块钱头得咋剪？我得自己再带5个头来。不知道你老当跟班的，没当过带头的。你只有去了之后才知道，300块钱全是过度服务。有一个人专门给我洗头，一个人专门给我吹头，还有一个人专门催我办卡。知道的开始问说：“帅哥您好，您这个发型啊，前额有什么要求？刘海有什么要求？鬓角有什么要求？枕区有什么要求？枕区，这都是谁呀？我头里有这么多人吗？给他们拉个群吧。没告诉过我有什么要求，就我妈告诉过我她对我发型有什么要求。我妈要求我那个头发剪得快。从小到大，我妈、老师说头发不耽误学习，只有这一个要求。我们老师、高中班主任说那个话夸张，说你们这些人在班级不用现在留那花里胡哨头发有啥用？等你们以后考700分，爱留什么头留什么头。我就想留斜刘海，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要考700，能留斜刘海，我都当高考状元了，图啥呀？毕业时候哪有那斜刘海拨碎？咋跟采访的记者解释啊？人不得问吗？那么于博他高考状元太努力了，什么是你的动力督促了你？我说刘海，他说刘海是你死去的家人吗？我说刘海就是刘海，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。解释啊，3年拼死拼活，最后为了当非主流，不讽刺吗？考了700分，为了和200分的同学长一样。但你不能有对发型好看的要求，因为你稍微有点要求，老师说你不行啊，你这叫臭美。臭美，什么是臭美？臭美，臭美应该是我们对石楠花的评价。我都这样了，我最多算臭一般。我们班级的管理条例极其激进，说你们不要洗头，不要洗澡，不要换衣服，专心学习。哎呀妈！最后半年，班级终于没有人臭美了，臭。
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。来了个新同学，鸡窝头、黑框眼镜、胡子拉碴，高考状元。第一天报道，卫衣穿反了，最强大脑。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，在我班的标准下，朴树算差生，纯反面教材。穿新衣吧。今天新发型啊。你家长不得给你领回家吗？轻松一下。Windows 98，哥们儿还想上网吧 ？New Boy 上不了我们的 Old School， 就流浪汉能上我们 school。我们班级最后半年，一堆流浪汉坐在班级备战高考。乞丐来我班，以为到救助站了。我们看着乞丐，以为新同学呢。丐帮的本质是作业帮。老师说那话真的挺吓人的，说你们去理发店浪费时间，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理发，专心学习。要不说高中生还是得有自理能力。你现在听着会觉得荒谬，那时候愚蠢，信。当天晚上回寝室借的推的给自己剃头，根本不省时间。2个小时就把两边剃干净了，前面后面看不着。中间剩一绺没剃完，后半夜困了，第二天一睁眼睛顶着墨西干上学去了。奥特曼背着书包跑操去了。这发型坐在班级上早自习，太像傻的了，像是那种会把中性笔塞到嘴里边，然后一看就能给这笔的墨吸干。吸干。老师当天就骂我，说我追求个性，说我叛逆，说我小郭德纲。说你剪头发还是好打理，和老师剪一样的发型就可以了。他60了，地中海不好打理，墨西干不好打理吗？和你那地中海还互补，咱俩能拼团买1顶假发。你总不能班级40、50个全是地中海吧？班级40、50个谢广坤穿着校服上自习，你不害怕吗？一低头，老师讲台眼睛晃得睁不开。晚自习上到天亮了。班级中间就一片地中海呀，那是教室还是欧洲啊？班级的气候都变得夏季高温干燥，冬季温和多雨了。老师就在中间一站，被地中海包围了。老师是意大利。完，我们纪律的时候都这么说话，说你们不要再说话了，你们不是。他一说话，脸儿都看不着，全被他那黑手挡上了。你不应该吗？但这样的教育会培养出畸形的产物，对吧？像我们这种人长大之后会对美有偏见，有的时候看着一个人很好看，就会觉得肯定不学习。那么看那巴黎时装周，我说这帮人都这么漂亮，哎呀，不认字儿吧？你知道什么是庄周吗？就搁这时装周啊。你会在一定场合下、特定场合去更信任那些不好看的人，对吧？如果今天是一个考试，周围的陌生的考场我都不认识，但是我就是要抄袭，我肯定抄我旁边最埋汰的那个人，对吧？门墙陈明飞，我肯定抄陈明飞。庞博陈明飞，我都抄陈明飞。
庞博、黄渤，我都抄黄渤。哎呀妈，庞博那张脸放在考场太安全了，没人看，纯防弹衣呀！哎呀，这个人坐我考场给作文写满了，我以为他抄阅读呢。但不对吧，朋友们？但不对吧？审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教育的反面了？审美不应该是教育的一环吗？你总得通过教育才能让我知道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吧？丑是我们都不想成为的那个画面，美式咖啡。我是于博，我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建国。大家好，我是刘琴。哎呀，建国老师，咱俩见一面挺不容易。我见你一面挺容易的呀，随便充个会员不就看着你了吗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不充会员，那广告里更有我。老雪，你变了啊！以前多实诚一个人啊，现在你好那个，我好啥呀？你好星期六。你有点正事儿。咱俩今天舔俩老脸，站那块儿还整个组合，你不说要讲漫才吗？这倒是真的啊！我甚至呢把我们组合的名字都想好了。啥？我们的组合就叫“昨天晚上我梦到我太爷和我太奶了”。我太爷和我太奶呢两个人一起过来找我聊天，一开始呢聊得还挺开心的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越说越生气，越说越生气，到最后两个人联手打了我一顿。你这是个名儿？破折号，死去的 CP 又来攻击我。行，那死去的 CP 咋没把你带走呢？你有点正形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漫才我一点不懂。漫才很好理解的，通常就是两个人给大家站在这里演绎一个比较虚构的故事，比如说就是我演一个过气的喜剧演员，生活里头就没招的站在舞台上就苦苦挣扎。虚构的部分在哪里？咋说话呢？那没准我明年我突然就大红大紫了呢。啊，虚构的部分在这里。老雪，你过分了啊！开玩笑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是那未来的事儿谁知道呢？未来的事情我知道。我收到了一封信，是50年后的自己写给现在的我的信。你看人不红啊，是容易疯。我把这封信带来了现场。你还真有。国仔你好，见字如西兰花。我说见字如面。我现在正在断碳水，所以就不能提面这个字了。还谈？国仔，我是50年后的你呀，你一定怀疑我的真实性吧？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。我说个事情，我们最爱喝的酒是25斤装的，25斤也太沉了吧？是呢。酒是沉的香啊。是我。国仔，首先聊聊我们自己吧。这个时期的你，一定总因为写不出东西来，天天急得直跺脚。相信我，未来就不会有这个担忧了。呀，行啊，未来你灵感大爆发了。未来的我只剩一条腿了，没法跺脚。未来这么惨吗？倒也不用为我难过，我现在一双袜子能穿2天。心态倒挺好。国仔，未来50年后的今天，人类实现了永生。为了永生，鸡蛋7个，矿泉水8个，无糖可乐3个。永生的配方好朴素啊！王姐结婚2000，取件码5637，一会儿别忘了倒垃圾。哎，你拿人家信当便签了，你说点重要的。王姐结婚随多了。永生，咱是永生。为了永生，记得保持身体健康，减肥吧，国仔。争取活到50年后。因为永生的手术是按照体重收费的，你知道我的一条腿是怎么没的了吧？哎呀，这就为省点钱。那咋了？想省钱你还不容易啊？想省钱用淘宝闪购啊！而且悦享会员还能享受1对1急送。你商务多，你也不能说加就乱加呀。人家信里头说的是大腿的事儿。我说的也是大腿的事儿，淘宝闪购才是真大腿。
专业，找不着了。跟丢了。啊你这商务家的，国仔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未来讲谐音梗终于不扣钱了，哎，行，终于让你盼到那天儿了，而是会被判5到10年。真给你盼了。现在的我还剩下2620年。不是咋的？你干谐音梗园区了？由于时间管理局的规定，我不能告诉你未来双色球的中奖号码，这时候严格上了，因为说了的话我会被判15天拘留。那你就说呗，2000多年你都蹲了，你差这15天？ 15天可是半个月呀，我的拜月板一直不好。就是今天的我造成的。说说身边的人吧，赶紧吧。你应该多了解了解雪琴，哦，还有我的事儿啊。毕竟人家可是写过《红楼梦》的人。那是曹雪芹，我姓李。他唱的《红日》也很棒呀，那是李克勤，他的《碟中谍》也很好看。那是汤姆克鲁斯，跟雪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这里有没有我？有，看着了。你记得告诉李雪琴，过2年他会有一个大节，什么节？上海国际电影节。哎呀，2000年还是判少了，咱没给你枪毙了。啊，跟雪琴还是要多多沟通的，毕竟3年后你俩会生一个大大的气。我现在就能生一个大大的气，生气的原因是因为因为你说话大喘气，生气的原因是因为脚好痒。我生的脚气呀。不是，我说我现在脚就好痒。你现在是不是就一双袜子穿2天呢？哎，有原因啊，原因是我们最后一次见西兰花的时候，啊，就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呗。啊，咋的了？我想请雪琴吃一家很好吃的红烧牛肉西兰花，但是她说她在减脂，不能吃西兰花，只能吃西兰花。我说给我个西兰花籽，她没给。我说你不看生西兰花，你看佛西兰花。别讲了，还有一番儿。我记得当年念到这里时，雪琴会把我们手里的纸抢过来扔了。帮我告诉他，他扔的纸不是一般的纸，是兰花指。对了，还有一个，我看看写的啥来，你别念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盘锦现在成了宇宙中心了。而铁岭真的成为了宇宙的尽头。我的妈呀，那宇宙连辽宁都没出。除了东北，其他地区融合成了一个超级大都市，统称三亚。我为这个城市想了个宣传标语：1+2等于几？三亚。没算错呀。当年我们总想着从东北走出去，现在机会都在东北，但很可惜，我却再也回不去了，好悲伤。因为啥呀？因为我还在坐牢呀！你该呀，还有逻辑，有这还有逻辑。在未来的世界里，人们总怀念2026，人们总说26年的车马很慢，发个邮件也要1秒才能收到。人们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 AI 取代，其实 AI 不会取代人类，人该累还是会累。放心吧，朋友们，也没有更好，也没有更坏。要我再帮你生成一些 AI 没有取代人类的话，这不还取代了吗？开个小玩笑啊，开个小玩笑，就写到这里，未来再见吧，永生者们。完事儿了。这封信呢，你好好留着吧，寄过来一次不容易。其实我这里还有一封51年后的自己写给现在的自己。话那么多，你自己搁这念吧。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灿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队长。我们就是安全出口，大家好。哎呀，好开心来到这里，真的。哎，欢迎来到这个喜剧之王漫才记啊！
哎，确实啊，挑战魔王啊，我们作为一个节目新人，是感觉有点冲动了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帅，你们觉得呢？很帅。啊，因为我最近经常看那种格斗比赛，哦就那种 UFC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哦，看过看过，里面有很多中国选手都很帅。嗯，你像李景亮，是都认识吧？嗯，张凯丽这都认识吧？张伟丽，张凯丽都穿足力健了，还打格斗呢。张伟丽，张伟丽，拳王特别的帅，中国力量，特别羡慕他们，是吧？哎，我就今天特别想体验一下那种当格斗选手的感觉。哦，哎，想演一下格斗选手的一天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那我们就来一下，好吧？格斗选手的一天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啊，醒了啊！要不今天不去了吧？大学生啊，大学生啊你，勤奋一点，勤奋一点，勤奋一点。哎，洗漱，刷牙。哎呦，干呕。啊，带了个假牙。带假牙你刚刚刷鸡毛呢你？刷假牙不就行了吗？刷假牙啊。哎呀，刷假牙就别呕了。这样，我来演你的教练啊，我带着你练，好不好？不然你还得吃早饭。训练我啊！这个明天的比赛非常重要。好的，教练。今天要对你进行一个特训啊。你觉得教你泰拳怎么样？泰拳好啊，是吧？就那个吗？哎，这什么泰拳？泰拳很刚猛啊，讲究用你的双拳、双肘、双膝、双腿去发力。啊，用这4个部位发力。明白了，教练。明白了，站起来。谁让你同时发力了？不会没关系啊，看着我教你啊。首先，双手护头，双手护头，核心收紧，核心收紧，哎，重心在你的两腿间来回移动，来回移动，差不多呢，就是能是这样吗？干嘛中场休息你上啊？我跟你说，不会没关系，不会你可以看着我，我慢慢教你，教练行不行？教练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这个泰拳我确实不太明白啊，但是我最近也没闲着，哎，我自己在家研究了一套招式。你研究了一套招式，是一套掌法，哦，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的。我的名字叫做大队长。你研究了一套大队长，哎，顾名思义就是将2个手掌对到一起。然后呢？别打了！这是大队长吗？这不大老王吗？一点气势没有吗？打格斗最重要的就是有气势，气势。入场就要用你的气势压倒对手。好，教练，明白了啊。我身高180，我身高180，说你自己的。我体重160，我血压170，我臂展185，我臂展UP主。什么臂展啊？这逼了嘛？上一边逼了。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，就是你要吓唬他，你明白吗？吓唬他，吓唬他，把假牙掏出来。不是 jump scare， 是你让他觉得他赢不了你啊！哎，完全赢不了你，赢不了我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怎么着？你赢不了。凭什么？我爸是裁判。你爸是裁判能行吗？你爸不能是裁判，你得稍微得让他脑袋混乱啊，哎，让他心智紊乱，扰乱他。明白了？我告诉你，怎么着？我爸是你爸。哎，乱不乱？哎，那不行，那你爸也是裁判了。我爸也是裁判，自己都乱了。放狠话你不会吗？放狠话，放狠话，对我放狠话。我今天我就在这个花椒笼里打死你，信不信啊？八角笼啊！花椒笼给我去腥来了，打死我是吧？来，打死我！是，麦都给打掉了。来，继续打。别打！大队长啊，喜欢用大队长。哎，宝贝儿，打比赛呢啊，快被打死了！爱你，爱你。快被打死了，还有空回女朋友消息？忙不是借口，
没有回不了的消息，只有不爱你的人。最讨厌上价值的人，上价值，上价值。别，别，腿疼，腿疼啊，给你踢坏了。外边是不是下雨了？外边。风湿病、高血压、戴假牙，是不是还穿足力健啊你？去医院检查。去医院吗？妈呀，还是个老将。喂，那个老板，对，我问医生，应该不影响明天比赛。问一下，谁是你们那个病人的家属？哦，我是。你是他？我是他教练。你是他教练？对。你怎么当的教练啊？怎么了？那么小个玩意儿怎么打格斗啊他啊？哎呀，他有梦想，你别管了。行了，签字吧。考虑一下啊，保大还是保小？保什么大小？问你保大腿还是保小腿？大腿没了，小腿留着干鸡毛啊？放家里供着呀。这是屁股，这是小腿。你别激动啊，这里是医院啊，不要大喊大叫啊。我们已经做过检查了啊，病人的脐带已经完全撕裂了。韧带呀，脐带撕裂。今天之前他跟他妈妈一直连在一起。你别说这，喂，有情况啊？啊？咋了？哦，不需要，谢谢。骚扰电话接这么认真干什么呀？病人什么情况吗？病人什么？病人叫什么名字？叫王灿。王灿是吧？正在手术中，但是好像出了一点小意外。咋了？他出现了一个这个大出血的情况。这不是小意外啊！现在需要这个紧急换腿，换血吧？你是 O 型腿不？O 型血，换什么 O 型腿呀？谁换了 O 型腿这么大格斗的？儿子，我儿子呢？王灿母亲，我儿子是不是出事了啊？他在手术，对不起，我就知道。您怎么知道的呀？本来跟我连一起，连得好好的，人没了呀！真是期待啊！期待啊！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木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晃晃，我们是肉食动物。哎，确实好久不见。哎，对，我们休息了一阵子。是的。趁着休息这段时间呢，我减了个肥。哎，跟大家说你瘦了多少？我瘦了60多斤。对，怎么做到的？就打网球啊。对，你看我这都晒黑了，你看。哎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他打网球，戴帽子，以至于，哎，他现在很像一个剥了一半的鸡蛋。不是，当时啊，就是妄图防晒了。这么草率啊？对，因为你看现在我打网球嘛，所以我就想演那个漫画啊，网球王子。可以啊，我演王子啊。我演网球是吗？看起来弹性很棒的样子。不，我当然是想演里面的主角。不要总是你想演，其实我有我想演的。哦，你有想演的？当然了，那我可以陪你演。我想演武侠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我要演一个一代宗师。哦，那我呢？徒弟，拜师学艺。我来给你拜师，没问题。前辈，在下乡拜入师门。哦，当真要加入我们金拱门？我做汉堡来了，看起来蛮适合的。古代门派。当真要加入我们东厂？改做太监了是吗？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我这以后没法改行了。不一，名门正派，好吧？当真要加入我们六扇门？哦，朝廷的衙门。欲练此功，必先没必要考功。这个是得考，师傅。但是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。对，有没有那种不用自宫也不用考功的啊？当真要加入我们八卦门？哎，八卦门可以，八卦门可以。富航去年那事儿你听说过？哪个八卦呀？他那个，这玩意儿谁都会。不是你正经点的门派。当真要加入我们逍遥门？哎，逍遥门听起来就很厉害。哎，此言非虚，本门在江湖上那也是翻手云，覆手饵。覆手雨，整什么再见爱人呐？哎，加入本门有门槛啊！我来问你，你可有项羽的气魄？没有。那你可有孔明的才智？也没有。那你可有上海的户口？那更没有。那孔明和项羽他也没有。可是你要加入，你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，你有啥？我有钱。加入了，
不是师傅，你这也太草率了吧？哎，以后你就是我们逍遥门的人了。哦，好。为师送你个外号。哦，还有外号。以后你就叫逍遥子。哎，这个名字不错，师傅。那您叫逍遥父。当我爹呀？你误会了啊！你那个紫啊是紫色的紫，我们门派是按颜色分的。不是你忽悠谁呢？那其他人叫什么呀？比如你大师姐啊，叫逍遥子。师傅少刷点短视频好不好啊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真是。逍遥子，哎，为父送你个礼，为师送你个礼物。哦，还有礼物，送你批坐骑。哎，可以啊。听没听过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？赤兔，吕布，吕布啊，有骑吕布的吗？你傻呀！你骑吕布，你就是人上人啊！那我骑赤兔，我还夯爆了呢。你这体格，你骑赤兔，赤兔不拉完了吗？那我也不要吕布。不是师傅，你得送我点有用的东西，有用的。来，哎，为师送你一粒丹药。哎，丹药可以。行走江湖难免跌打损伤，这个药可以治你周身伤痛啊。哦，这是为师用不精草、洛神花、分心木炼成的。哦，这是布洛芬。很有用。布洛芬是中成药是吗？饭后吃，不要喝酒。别，师傅，我这体格我不需要。对啊，哎，你这体格你需要司美格鲁肽啊。我打完了，打过了吗？打过了，反弹了？没反弹啊，就挺好的，师傅。不是师傅，你呀，得教我几招武功。行啊，为师教你3招。哎，3招可以。第一招铁布衫，铁布衫可以。亲，看这个匕首了吗？哎，叮叮叮。嗯，铁布衫2个字的秘诀。自信。自信。来，让为师看看你的自信。叮。哇，这么自信？那当然了，师傅。你刚说你瘦了60斤，我看他们那个反应是完全没看出来呀。哦，怎么样，师傅？现在外面人都看 Sketch， 没人看漫才了。叮！你吐槽不如吕岩。叮！师傅，我练成了吧？哦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刀枪不入。刀枪不入？哎，那你以后就没法打司美格鲁肽了。师傅练不了这个，好吧？换一个。那教你第2招，换一个。空手接白刃，这个可以。行，来用这把刀劈为师。我来了，师傅。嘿，哎，接到了，师傅。空手接白刃2个字秘诀啊，努力。努力。来，让为师看看你够不够努力。来吧，师傅。噗呲。不是师傅，你怎么改捅了呢？努力的方向不对。哦，要全方位努力。来吧，师傅。嘿，接到了，师傅。你看，亲，噗呲。不，师傅，你怎么2把刀啊？加倍努力。不是，我有2把刀，你也接不住啊。小乔为师，来，我来了，师傅。铁布衫叮叮。不是空手接白刃吗？为师会铁布衫，学什么接白刃啊？不是，那这跟努力有什么关系啊？选择大于努力。你这玩意儿我练不了。愚钝。那教你第3招。第3招，暗器。暗器可以。暗器2个字秘诀。情商。情商。为师这把飞刀。第1排中间这位小哥哥，对，就是您少侠。为师飞他一刀。飞中了，他会大喊一声啊秀。你看。师傅，这练的是他的情商吧？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人情世故。不是你这玩意儿，我来我也行啊。你来。最边上这小哥哥，就穿白衣服这个少侠，我手里有把飞刀，我飞他，他也会啊一声秀。哎，看为师的秀。你看。你说他是有情商还是没情商呢？这个少侠在他们门派高低是个总监啊。我知道了，师傅，选人的问题。你是这么觉得的吗？你选择他就可以。哇塞，那我给你挑一个。好，随便吧，就这位。好，你飞他，你飞中了，他倒背一首《蜀道难》。倒背。你来，师傅。
你来。小乔卫士，看好了，秀丁啊，你会铁布衫啊？好自信啊！还是你情商高啊？那看不是，他凭什么会铁布衫啊？你大师姐逍遥自在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瓜啊。谢谢。还记得吗？记得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自己减肥，减了60斤啊。能看出来已经反弹了。因为我发现我的颜值呀，它不是胖瘦的问题啊。去年减完肥上节目哇，弹幕上说的都是哇，南瓜瘦下来好帅呀。接下来后面就有几百条说吃点好的吧。吃点好的吧，我还以为是他们担心我减肥吃的不好。我还回复呢，我说谢谢你们的关心。然后反应过来是骂我的。因为骂我的太多了，他们说你在节目上也太油腻了吧，在节目上还撩腹肌搞擦边，你这么油腻你不知道吗？说实话，节目播出之前我真不知道。节目播出之前，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夸我帅来着，感觉被他们做局了。我现在也觉得去年是有一点过于自信了。我以前对自己这个长相是没有任何的认知跟在意过的，是有一次最早录节目现场有个演员，他讲着讲着，他突然说：“呀，那些脱口秀演员都是一帮丑东西啊！”你们脑子可能也浮现出一些面孔。啊，我们当时都笑了，我们觉得他说的对呀，但同时都觉得不是在说自己啊。结果节目播出的时候，镜头切给了我。我是丑东西吗？30年了，没有人给我说过我是丑东西啊。以前朋友们都说我人很好。当时就刺痛了我。去年我觉得要减肥，让你们所有人刮目相看啊！当一个30岁左右又黑又胖的人开始突然减肥自律，周围所有的人都会惊讶的。那2天有朋友见了我，哎呦，南瓜你变帅了，你好帅呀！帅，30年了第一次听到帅，多么美妙，令人产生多巴胺眩晕的字眼呀！我第一次听到帅，感觉大脑像被激活了一下，那瞬间仿佛像沉闷午后突然洒进窗的阳光。像黑白世界里骤然炸开的烟花，我好开心啊！我真的是帅哥吗？那2天出去，周围的朋友都见了我说：“你帅，南瓜你帅。”我是个骑手呀，我知道那一个商家要全都是好评，那肯定是刷的呀。就是那2天大数据都开始给我推医美的广告了，真是越美越推呀。以前我刷到我会觉得呀有点冒犯了，推这个。但那2天刷到我会觉得人呀还是要对自己精益求精啊。我真的花钱去做了医美啊，打了超声炮。我是我们村第一个打超声炮的，打的时候可激动，哎呦这不简单，是我打小农村抗衰美容的第1炮呀。去年参加节目化了1个多小时大浓妆，那演员见了我，哎呦这还是南瓜吗？这不是青春男大吗？只有刘仁成见了我，南瓜你只是瘦了，你不是帅了哈。我当时心想，哎呀，其他人不说，就你说，你就是嫉妒我。当时化完妆一到现场，200多观众看到我都沸腾啊！这是南瓜，这是南瓜，好帅啊！我当时一看这场面，这都这么说了，我再不相信我是个帅哥，有点不识抬举了吧？原来我真的是帅哥呀！帅哥是这个世界上的奢侈品，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带给这个世界美好。我当时心想，这才哪里到哪里呀？给你们看个好的，啪腹肌就露出来了。当时现场观众吓着捂着脸在那尖叫哈，我还以为他们害羞了，又撩了一次。撩腹肌太可怕了，你知道现场这样突然对着你们撩一下，你们可能还看不到的，但线上是可以暂停的。它是可以回放，反复折磨观众的。我们这节目它是录了3次之后才播出的，它不是录1次播1次，它是录1期播1期，那该多好呀！我第1次被骂了，还能来得及悬崖勒马？3次没有任何的反馈，1次比1次油腻。现场的观众也不会提醒我的，因为他们签了保密协议。在家里开开心心的等了2个多月，直到节目播出那天，打开了小某书看了一眼就卸载了。
网友说：“你们这节目能不能光别淘汰，能不能把南瓜枪毙了呀？”我妈看完节目给我发来消息：“儿子，你今年是不是鬼上身了？都越看越生气，怎么越骂你还越来劲了？”梦见清醒了，都在骗我，都在骗我，全世界都在骗我，只有刘仁成说了实话。果然，在充满欺骗的世界，只有诚不欺我呀。让我在眼泪中明白一个道理：摧毁一个普通男生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所有人不停地夸他帅。我以后再也不相信别人的好话了，因为你不知道轻信别人的好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。朋友们，我还是要好好打磨自己，好好写段子逗你们开心。我承诺。以后非必要不再使用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。但是如果你们今天不笑的话，突然笑算了，因为现在也没有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祝你们开心啊！谢谢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黄一锦。去年上节目嘛，然后当时讲了一个50多岁老头追我的段子。当时有一些评论，有人说，我也50多，我也想追他，还有一些人说50多岁怎么了？男人最有魅力的年纪，你去看评论时间，全是早上5点多，不知道咋了，有点和老头杠上了。我前两天录了个播客，播客里有个老头，全程一直在说一个事儿，说凭什么现在所有的节假日都要给女的发红包啊？凭什么动不动给女的转钱，给女的转520、13、14？凭什么？一直在骂这个事儿。我当时第一次录播客，我也很紧张，我就一直面无表情在那儿坐着，我也没说话。这个卡段的视频在抖音上放出来之后，2000多条评论，全在截我面无表情的脸，说这女的破防了。我真有点破防了，跟我有啥关系？他们开始莫名其妙分析我的面相。说这女的肯定没少管男的要钱，天地良心，我管我爸要点钱都费劲。高一有一天，我爸跟我妈说：“黄姨，你这孩子太能花钱，给他100块钱，2天就剩90多了。”我说这怎么算能花钱呢？我这顶多算能破开钱。但我当时真的很害怕，一方面是骂我的人有点太多了。还有一个是我感觉骂我那些人啊，他有一点太下沉了，我感觉他们是全中国光脚的不怕穿鞋里面脚最脏。他们骂我就算了，他们骂我的时候用的是手写输入法。有个人给我评论说，这女的脑子里就只有线。还有人说啊，这个女的现在怎么不笑了？是不是老头说中了不敢笑了？我心想，我说我不笑是因为老头说的不好笑，那我能怎么办？不好笑硬笑，你到时候该说我勾引老头了。就是我真的在想，面对这种发言，我得怎么才能不挨骂呀？我得怎么能显得我不是一个拜金女啊？我当场给老头转13、14，那我倒不是拜金了啊，我是拜登。还有一种评论，最多的一种，说我这个人一看就是一个拜金女，但我觉得伤害不到我，因为我觉得现在你骂一个女的看起来是拜金女啊，等于夸她是一个美女，对吧？我现在觉得那种很多攻击女生的词啊，如果别人骂你看起来就是的话，全是好词儿。网红脸，漂亮，绿茶，聪明漂亮，拜金女，聪明漂亮还有钱。可以说是一种祝福了。可以。再说这个事儿也不公平啊！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拜金男吗？肯定也有，对吧？肯定也存在有钱女生给男的转账，但为啥大家不知道呢？因为这些男的从来都不晒转账，他们不懂感恩。我也不是拜金啊，但我挺想看起来拜金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。之前有一个人对我表达爱意的方式呢，是每天半夜用微信拍一拍拍我。我也不是说你非得花多少钱才能追到我，
但你想追到我，不能光拍我吧？啊，拿我当啥了？拍立得。但这也不是我碰到过最荒诞的一个骚扰。我碰到过最荒诞的一个，有一天我在一个咖啡店写稿，一个男的进来，非要加我微信，我说不好意思，不加了，不加了。他说加一个嘛，加一个嘛，加一个嘛。他也没有别的技巧了，就纯靠默契。我正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说啥呢，他终于改词儿了。他说加一个嘛，加一个嘛。我是上海人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敏锐地意识到今天地域歧视可以救我一命。我第一次那么自信地说啊，我说我是东北人。他接下来说的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他说，东北人也没关系。什么叫东北人也没关系呢？啊，我用你原谅我。我有时候就在想，我说怎么能躲开这些人的骚扰？怎么能让这些见人下菜碟的人看到我就望而生畏？其实就是看起来拜金一点。因为我之前刷短视频，我刷到一个男的说，如果你认识一个女生穿金戴银，你就要离她远一点，因为这种女生养不起。那一刻我就明白了，老人说的对，黄金确实能辟邪。我如果真的平时珠光宝气是吧，穿什么 Prada、LV， 他绝对不敢半夜拍一拍我。他看到我只会想，这个女的肯定是傍上大款了，从此离我离得远远的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我现在觉得奢侈品才是女生的护身符。我现在看什么 LV、爱马仕，我心想这就是静安寺。你说女生求平安，到底是静安寺法力更强呢，还是静安嘉里中心？但是我觉得买不起这些女生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我前一阵还刷到一个视频，一个男的说，如果你带一个女生去了麦当劳，而她点了安格斯厚牛堡，那她就是拜金女了。我觉得这个大大降低了拜金女的门槛。你过去还得买包，现在只需要买汉堡包。当代最大拜金女是刘仁成。你现在说实话，当拜金女也太容易了，是吧？汉堡、车厘子、海底捞，8个瑞士卷儿，都能当上了。过去的拜金女心机、虚荣、唯利是图，现在的拜金女馋。但我觉得得谢谢这些人，把我护身符的价格给打下来了。讲到这儿吧，先。大家好，我是门超，特别高兴。去年我从奉贤搬到了徐汇，租的。确切的说，这种变化对我来讲就是从郊区搬到了上海。哎，我刚到市中心的时候，我很拘谨，我很怕自己不懂这里的规矩，因为我感觉在市中心大家都很讲礼貌，尤其是满大街那些标语都在提醒着我讲礼貌。你们看到过那些标语吗？满大街都是 mann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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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nner。太讲礼貌了，在市区连野人都要叫先生。上次我在 manner 里面遇到了一个爷叔，他没有任何一丝丝的 manner。他看到我就说：“哎呦，门枪是你吧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之前没看到过你。”我说：“刚从奉贤搬过来。”他说：“哦哟，乡下了。”那你这个上海人不正宗的，讲2句上海话听听。朋友们，人在受到极度刺激的时候，语言系统是会崩溃的。我说，傻瞎弄。他说，开玩笑的呀，你怎么会真的说的啦？13点走了。他就走掉了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对连锁咖啡店很满意。他们便宜、方便，所点即所得，不像某些主理人咖啡店。哎，那些店摆明了是卖给上海人，但是就连我这个赛级上海人，就有点看不下去。他们又贵又墨迹，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喝到什么。
有次我不小心踏进一家主理人咖啡店，点单的时候我连饮料的名字都看不懂。我说老板，我想要一杯普通拿铁，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磨叽了。他说，那你想要苦一点还是酸一点？我很警惕哦，我说哪个便宜？他说一样。我说那酸一点的吧，我不喜欢苦的，酸一点。他说好。那豆子你喜欢深烘还是浅烘？我说什么区别？他说苦一点，酸一点。我说酸一点，麻烦您酸一点。他说那豆子你喜欢是花香味还是坚果味？我说什么区别？他说苦一点，酸一点。我说，哎，我只想要快一点。就我已经很不耐烦了，我当时有点想发火，有点想骂人了。结果我发现他脖子上挂着个运动相机。他在录视频，我心想他别曝光我，本人在上海怎么也算小名鼎鼎。哎，我以为这个东西是记录锻炼，保证自己有素质，怎么还能保证对方有素质？我本来骂人的话已经到嘴边了，我说我侧面好看。亲爱的咖啡师，你想怎么做都可以，不过酸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打包回家自己用醋调。我想这总能给我做了吧？他说来，我们选一下产地。埃塞俄比亚、哥伦比亚、冈比亚。我说你是不是骂人了你？我说你们这搞咖啡的干嘛老喜欢盯着非洲薅啊？为什么？他说先生啊，首先哥伦比亚不在非洲。我挡住他的相机，我说这段帮我剪掉。其次，我们店的特色就是有很多来自非洲的稀有咖啡豆，这款来自刚果，这款来自肯尼亚，这款来自苏丹北部。我说就这款苏丹北部，我苏北人，来出。他说您稍等。过了10分钟，他说先生不好意思，我看了一下，我们今天这个咖啡豆它状态不好。我说，咖啡豆状态不好，咖啡豆怎么状态不好？他是没睡醒吗？啊，那你是咖啡师呀？你先做一杯咖啡给这个咖啡豆喝呀。以上全是我的心理活动，我没有说，因为他还在录视频，所以我说的是状态不好哦，让他早点回家休息吧。那主理人老师，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呢？他说我给您推荐一款我们店里口感很好、状态很好、口碑客人都很喜欢的咖啡豆，只有一个问题。我说什么？他说苦。我说来吧，事到如今我不怕苦，再苦能有我心里苦吗？他说好的，拿铁，稍等，给你一个我独创的拉花。然后他一顿操作，一杯咖啡拿上来，上面一个白点。他说给拉完了。我说拉完了。哎，我说这叫什么拉花？我一边问一边接过来，手一抖，拉花没了。他说这就是我独创的昙花一现。我说，我喝了一口，太难喝了。我说好苦啊，好难喝。他说先生你细品，现在有没有一点回甘？有没有一点草本的清甜？喝完这杯之后，过1-2个小时，你将通体舒畅，神清气爽。我说这杯该不会是板蓝根吧？我说。哎，我看着这杯难喝极了的咖啡，我太生气了。我心想，你不能这么欺负我啊！早知道我点不到我要点的，我就乱点好了。他问我什么问题，我就乱说。我就像那个《Manner》里面的爷叔一样，这么跟他回答。他问我你想要苦一点还是酸一点？我说你怎么在这里？没看到过你。选一下产地，埃塞俄比亚、哥伦比亚。哦，乡下的了。那你这个咖啡不正宗的，这是您的拿铁。哎呦，跟你开玩笑，你怎么会真的做到3点走了？我就应该这样，但我没有，因为他还在录视频，所以我说的是下家弄。买单，他说60，我说60，也太贵了，什么板蓝根要60，能刷医保吗？我真的太生气了，就是那种被咖啡刺客刺到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当下就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，我对他说开发票。他说开不了，因为我是 ENTJ。我说啥意思？那你不知道吗 ？ENTJ 我们指挥官型人格，指挥官做不了开发票这种小事儿。我说这叫 ENTJ， 这叫偷税漏税。我说我不管，我今天就要发票，因为我是 INFP。他什么意思啊？我说 I need 发票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陆谦。Hello， 朋友们好！有
些观众可能不认识我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普拉斯，中国最优秀的 sketch 编剧，无他，不抄袭而已。回来说脱口秀了，因为这边抓抄袭抓得比较严，3年没说了，这3年的话题我了如指掌，无外乎就那些：3年原生家庭，2年女性主义，1年中专学历。不出意外，今年应该是中国脱口秀 ADHD 元年。我是那种原教旨主义脱口秀演员。用现在的话来说叫 vintage 演员，我觉得脱口秀应该是冒犯、讽刺、撕开自我、抨击现象，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互动相亲脱口秀也叫脱口秀啊？哎，这我也可以，我可以的。现在有没有单身的朋友？有，那边吗？有。OK， 好，你这个女生你选什么类型的男孩子？啊。一起来的还有吗？还有单身的朋友吗？第一排我就不互动了哈，我第一排就养闲人。互动可以，相亲没问题，但是脱口秀在哪里？我每次和同行聊起这些问题，他们都说普拉斯你对脱口秀有太多ego，那是因为现在脱口秀有太多狗。真的嫉妒狗哥，他太火，赚太多了。但是只有我傻站在这里说，别的演员不说，不是因为他们聪明，他们超装的。因为我还是成都一个喜剧俱乐部的老板，用上海话来说就是一个厂牌主理人。演员太难请了，得捧着他们。演凉了，他们从来没怪自己，怪观众，说观众不懂。谁说观众不懂？你就卖20张票，我看观众太懂了。怪完观众怪城市，说我在北方演得很炸，怎么到成都就凉了？你们成都风水有问题。我说对，我们成都人有抑郁症。他还接着问，他问真的吗？我说当然是真的。刚刚演出结束，几个观众走出去说看完你的演出想死。3年没在台上演，但一直在台下演，陪演员聊创作，说我这个段子梗少，但是高级，不幽默，但是煽情。普拉斯，你懂喜剧，所以你懂我，你说说看。我说超级厉害。结果他还要追着我聊，他说，但是我看过有人写过类似的段子，所以我在写的话算不算抄？我说 no， 嘘，我的哥哥怎么会抄袭呢？你只是在致敬。演出完之后还要招待，我记得全国几百个演员的喜好，谁喝美式，谁喝拿铁，谁喝拿铁不加糖不加奶。有毛病啊！谁喝拿铁他不加糖不加奶啊？是不是你啊，门枪？不是他，他人很好。我记得那么多人，我唯独忘记了季季。说起来我就来气，就是因为现在有2个脱口秀节目，人多的我有点舔不过来了，几百个皇帝我一个太监，人送外号脱口秀小辣子。大家听我的风格，其实就知道有人想杀我的，还好有法律，只被网暴过。而且我是那种特别豁达、特别开朗，不是斤斤计较的人，所以当初骂我的那87条私信，根本没放心上。全放黑名单里面。骂我骂的最多的是什么？骂我死全家，一点伤害没有，因为这是一个陈述句，我们全家必死。你们全家爱咋活咋活吧，我是不会原话骂回去的，那就成抄袭了。
还有造我黄谣的，我全都看了。我看着看着，看进去了，真的很好看，有细节，有氛围，高潮迭起，跌宕起伏，我全部截图保存收藏。骂我的那么多条私信里面，有一条我记得特别清楚，记忆犹新。他第一句话就震惊了我，他说：“普拉提。”你的血是黑色的，你这辈子只能站在别人的身后发烂发臭。首先，我叫普拉斯；其次，坏人的血才是黑色的。我的永远是 A 型。今年决定回到舞台，我就想做自己了。这几年我是主理人，是编剧，是爱奇艺 SVIP， 一直站在很多人的身后。我觉得是时候了。所有人向后转，我要站到前面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单口演员普拉斯。晚上好，家人们！晚上好，感谢大家，我是咸鱼。大家好，有的朋友认识，有的朋友不认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咸鱼，来自河北衡水，在上海打工。一个穷孩子生活在有钱人的城市，还只能用精神对抗物质。我就走着演，咱们两边都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怕咱们这个看不全，回头你们互相拼一下。来参加比赛，我很直接，我想挣钱，我想挣钱，我没有钱，我的钱都买吃的了。我记了2个月账，恩格尔系数85。焦虑，人这2年特别容易为钱焦虑，是不是朋友们？焦虑，你说人穷可以开心，但人穷还爱刷短视频，你就不能开心，因为这2年特别容易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刷到那种假扮经济学家散播经济焦虑。你刷到他的视频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没有调节，但好像手机音量自动就变大了。存钱，马上给我存钱！哎呦，你说，你想说就说，你喊什么呀？他就给你解释，他说因为今年虽然已经是过去10年经济最差的一年，但却即将是未来10年经济最好的一年。你看完，你这个难受，你都不是焦虑了，绝望，还存钱，我都不想存活了。但这就是短视频平台的好处，你焦虑不了太久。你刚刷完经济焦虑的没一会儿，又刷到一个刺激消费的，还是刚才那老头，哎，连衣服都没换，一样的套路，突然的大叫花钱，马上花钱，因为未来10年全球经济下行，通货膨胀，货币贬值，所以你现在花的越多，等于给未来省的越多，你省的越多，等于花的越少，你花的越多，就是花的越少。看完我悟了，我还焦虑个啥呀？我消费吧。朋友们，你想，消费就是储蓄，借贷就是理财呀，浪费就是节约呀，淘汰就是晋级呀！再见。还不让走，你看这个，导演没学过经济学啊，然后。那我没办法，只能接着讲了，朋友们。我存不了钱，我焦虑，我的消费观太坏了。我的消费观就是8个字：有钱花钱，没钱花呗。你能明白吗？我喜欢超前消费，花呗用完就用信用卡，坏习惯。这2年意识到了，原来没意识到。当然了，养成这个坏习惯，我不怪什么社会资本。
全怪我们大学宿舍长。我们大学宿舍长是花呗推销员，资本的爪牙。认识他那年，你想我才18，给我们洗脑，让我们开花呗。哎呦，就人家那个洗脑话术之厉害啊！不是我危言耸听，今天我说完，在座所有人开通花呗。也就是你手机收起来了，要不你手机听完自动开通花呗，就这么厉害。你们4个就倒霉了，不好意思。像我们说的啊，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都在午睡。他走进宿舍，说：“来，同学们，开会。我先问大家，咱们宿舍都是大学生，对不对？生活费都不够花，对不对？有白捡的钱，你要不要？”我说我要，他说都有花呗这个钱，就是白捡的。我反驳他，我说不是，我看了花呗写的跟信用卡一样，是借的，得还。他说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，朋友们，我不是故意吓唬你啊，朋友们，我就是故意吓唬你啊，朋友们。因为已经凌晨1点了，朋友们，你要打起精神来，朋友们，打起精神来，朋友们，没错，因为我接下来要正式复述我们大学宿舍长说的话。谁要是在座的各位，你意志力稍微薄弱一点，容易听进去。你看，我就听进去了。我意志力，你都别说我意志力，他说完以后，我这几年智力都有点薄弱。接下来我告诉大家，花呗这个钱为什么是白捡的。首先，咸鱼，我就反驳否认你一点，花呗跟你说那个信用卡不一样，花呗不上征信。那会儿不上，现在上了，别用啊，给我打电话了，好吧？别用啊。其次呢，你按时还没有利息。那基于以上2个条件，我希望现在座的各位都点开通，然后从下个月开始，你就按月借按月还，按月借按月还，完死之前那个月你别还，这钱就是你的了。听懂掌声。我直接就听懂了。我在宿舍嘎嘎鼓掌。现在那巴掌都打我脸上了，我现在还还着花呗呢。人生目标是死，你知道，人一旦用上花呗，你就必须独自面临很多孤独又尴尬的情况。特别这2年，钱不好挣，也不够花。我说实话，我现在每个月有10天，整个人就处于没有余额，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。马某，你们知道我在云什么吧？你明白啊？没有余额，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，干什么都用花呗支付。跟朋友吃饭特别尴尬，你兜里1分钱没有，但你得抢着结账，因为万一你朋友把账结完回来，突然找你要 AA， 你是 A 不出来这个钱的。哎呀，不说了，听懂关花呗，谢谢大家。